没人敢侮辱。那绿帽子是谁给你戴上？你搞错了，我没有戴绿帽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手。他下车之后继续辱骂你，所以我开车撞了他。我把他撞成肉泥，不是用钉子扎死他，撞成肉泥，撞成100次都不多。你不是公正吗？检察官，不是公正吗？叫林泰，在这座城市里，林泰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，在外人眼中，我是个能翻云覆雨、尽享荣耀的富豪。然而，在我心底，最重要的永远是我的宝贝女儿萌萌。只是命运常常猝不及防，给了我致命一击。那时，我正满心欢喜地筹备为婚妻杨丹的婚礼，可他却惨遭杀害。当得知凶手竟是我最疼爱的萌萌时，我的世界瞬间崩塌，整个人仿佛坠入无尽的黑暗深渊，看不到一丝光亮。一时间，富豪女儿杀死后妈的消息像野火般迅速燃遍全城，引发热议。媒体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蜂拥而至，铺天盖地的报道，将我的家庭无情地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。那一刻，我深知，作为父亲，我必须为萌萌做点什么。为此，我特意为萌萌聘请了全国最贵的律师周丽。我相信他的能力，希望他能帮萌萌摆脱这场危机。法庭上，我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。每次萌萌被带出来，我都会投去宠溺的微笑，想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爸爸永远在他身边。庭审正式开始，现场监控清晰显示，萌萌将杨丹约至停车场，随后两人发生激烈争吵，紧接着萌萌开车撞死了杨丹。我当时喝多了，神志已经不清。你确实喝了酒，但是你的神志一定清醒，否则怎么会清醒的倒退停车？怎么能清醒的加速撞人？警方的调查结果也很快出炉，死者遇害前确实被车撞，但真正致命的是一个铁定。警方推测，应该是萌萌开车撞向杨丹时，致使他脑袋撞上墙上的铁钉，当场身亡。也就是说，这被定性为故意杀人导致的过失杀人。负责此案件的检察官童涛已经死定我10几年了。他多次指控我商业诈骗，我们在法庭上多次针锋相对，可每一次他都以证据不足收场。但他始终没有放弃，一直在暗中搜集所谓的证据，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把我送进监狱。而这次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面对通透的提问，萌萌眼神中满是恐惧与无助，没有任何辩解。而周丽始终只说3个字：不反对。这让陪审团瞬间议论纷纷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他是在等待某个关键时机。紧接着，通涛申请证人出庭，让证人讲述被害人的死因。这位证人正是我的司机，为人忠厚老实。自我和杨丹恋爱后，我就派他去当杨丹的专属司机。他也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。他说，案发当天，杨丹说去停车场见了朋友，让他稍等5分钟。可10分钟后，他下来找人，只看到一辆红色越野车的背影和杨丹的尸体。杨姐，随后便报了警。以你和林家的关系，如果看清凶手是谁的话，你还会报警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我心里清楚，他跟了我多年，对我忠心耿耿，可周丽却在这时打断了他。辩护人，你是否有疑问？有。直言司机表面对我忠诚，实则心怀怨恨。林先生是我老板，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为什么要恨他？因为你老婆总是跟他上床，而且你一直都知道。这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见司机心态濒临崩溃，周丽步步紧逼。你说他对你很照顾，难道你的意思是连你老婆一起被照顾？可这还不够，周丽继续逼问。是的，我害怕。因为你要报复一个长期占有你妻子的男人林泰。你知道林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女儿，让他的女儿坐牢等于杀了他，这样就可以一解你的夺妻之恨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就是要报复一个有钱的王八蛋，我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。质问司机是不是拿走了杨丹那块价值300万的手表，还趁没人时故意将杨丹的头砸向钉子。面对这接二连三的攻势，司机精神恍惚，竟直接认下了罪行。承认吧，虽然你失去了自由，但是从此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尊严。是的，是我杀死了杨丹。听到这些话，我怒不可遏，内心仿佛被千万根钢针猛刺。我愤怒地将手中的手枪扔向他，可在心底深处却涌起一丝难以言喻的感激。结果不用想，司机如玉，萌萌被无罪释放。可我心里明白，童涛绝不会就此罢休。果不其然，童涛将突破口放在司机身上。他查到我的司机2个月前被确诊为脑癌，还查到我给他转了200万。他以为这项做事我收买司机的证据，可他哪里知道，
这笔钱是案发前转的，我又怎么可能为补限制提前收买司机呢？检方紧急提审司机老婆，没想到他承认这笔钱不是给司机的，而是给他的。司机发现这笔钱后，一是觉得窝囊，二是觉得自己命不久矣，于是决定陷害萌萌。如此一来，司机杀人的证据链就更加充实了。通头一时也找不到破绽，他气急败坏地找到我，警告我别耍花样。无论明天判决如何，我都不会放手，哪怕追到天涯海角，哪怕耗得我退休为止，必须让真凶伏法。我心里明白，这场较量还仍未结束。然而，真相是司机为了报恩，才站出来为萌萌顶罪。他知道我最在乎女儿，也清楚自己时日无多，是想用这种方式报答我多年的知遇之恩。得了7岁阳，我立刻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向媒体宣称女儿是无辜的，她会在2天内无罪释放。我本以为事情就此平息，可没想到，通头那边突然收到一封秘密邮件，有神秘人爆料，案发时自己就在现场，还用手机拍下了犯罪过程。通头打开视频一看，视频里显示开车撞死人的既不是萌萌，也不是司机，竟然是我自己。通头顿时就有了扳倒我的底气。可就在通头要给法官展示视频时，没想到视频突然被杀毒软件删掉了。此时已经开庭，通头急中生智，想用激将法对付我。他深知我内心极度骄傲，而这骄傲恰恰是我的弱点。通头问我怎么看待案发前雷慧气跟别人偷情。知道媒体怎么评价这个案子，一顶绿帽子引发的血案，所以我应该要盘问清楚。肃静！听到这话，我心中的怒火一下冒了起来，但还是强忍着。通头继续刺激我，但是我性无能才会被戴绿帽子。不要再说这个！我来告诉你原因。当一个人长期吃不饱，就只能去别人家蹭饭。于判，这是事实。我被他彻底激怒，情绪逐渐失控。没人敢侮辱我。那绿帽子是谁给你戴上的？你搞错了，我没有戴绿帽子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手，我杀掉你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女儿为什么要去找杨丹？那是她的事情。因为她实在无法容忍自己父亲的懦弱。懦弱？你说我懦弱？但杨丹却当着萌萌的面再度侮辱了你。那是她侮辱自己。案发当场，杨丹明明用手指着你的鼻子骂道：“在通头的诱导下，我一不留神说了句，承认是我撞死了杨丹。”他下车之后继续辱骂你，所以我开车撞了他，我把他撞成肉泥，懂吗？不是用钉子扎死他，撞成肉泥，撞成100次都不多。你不是公正吗？哎，检察官，不是公正吗？审判长，合议庭，他才是本案的真凶。此话一出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被算计了，往往崩溃。他不顾一切的想要冲出去，却被身后的人死死拦住，泪水如决堤的湖水般汹涌而下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被千万根钢针狠狠刺痛，切成了无数片。混账！我会死在龙飞枪后，我会死在你手里！啊！萌萌终于无罪释放，可他也成了孤苦无依的孩子。当晚，大家纷纷捧着鲜花去庆祝他无罪释放。萌萌眼神呆滞，神情懵懵，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很难受。他一定觉得是自己害了我，可这一切都是我设的局。为了保护萌萌，我不惜一切代价。其实早在通头之前，周丽就收到了举报视频。他看到视频里我杀人，还让女儿顶罪，再联想到司机老婆主动发来的照片，认定我为了自保不择手段。而作为律师，他又不能直接举报自己的当事人，于是将视频发给通头，还植入了阅读后积分的病毒。这也就是之前通头当众指控我的缘由。虽然案件看似了结了，但周丽还是觉得不对劲，于是他再次打开视频，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破绽。他分别打开现场监控视频和举报视频，发现2个视频里，司机一个迈左腿，一个迈右腿。他瞬间意识到举报视频可能是伪造的。为了证实这一点，他还查到案发后我购置了大量2手车，还在老家装修了一个废旧仓库。于是他连夜开车赶到我老家，一脚油门冲进仓库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呆住，他发现我竟原封不动地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案发现场。周丽不禁回想起第一次见我的场景。别说15年了，1天都不行。我要的是无罪释放。不可能。可能的，可以的。告诉我你可以创造奇迹，行吗？我们要尊重现实。我告诉你现实是什么，周丽，一个20岁的小姑娘要在监狱里待10年，所谓
最美好的都放在监狱里，这就是现实。所以我要你的奇迹，你要给我创造奇迹，你可以的，告诉你啊！这才恍然大悟，萌萌不是替我顶罪，而他才是那晚真正的凶手。可15年前他妈妈走时，我发誓不让他再受半点委屈，如今却要他背着杀人罪，活成野狗里的老鼠，无有罪。到现在真相终于水落石出，原来司机报警时确实不知道萌萌是嫌疑人，后来为了报案，他找到我，主动提出顶罪。我一开始不愿连累他，但为了女儿，我还是同意了。随后在司机的指点下，我和他老婆拍下亲密床照，让人以为我抢了他老婆。他为了报复，所以杀了我的女友，把杀人罪名赖到自己身上。反正他身患癌症，也时日不多了。我们还1比1还原了案发现场，找来和萌萌及杨丹身材相同的演员扮演他们，然后拍下司机杀死杨丹的视频。接着我还要求拍一段自己杀害女友的视频作为备用。再拍一遍。好，来，咱们再拍一遍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把凶手换成我，为什么呀？多一条退路。因为我知道洪涛不会轻易放过我，也不会轻易相信是司机杀了杨丹。只有我是凶手，才是洪涛最想看到的结果。在大家心目中，也更希望我是凶手。然后我让人把自己杀害女友的视频发给周丽。我们可以继续周旋。我一天不漏，萌萌就一天不来。这些孙伟，我不应该，也不可以让他的孩子在自卑中度过一生。作为父亲，为了女儿，我不惜赌上一切，哪怕搭上自己的性命又何妨？知道真相后，周丽第一时间赶到法院，想为我辩护。可等他赶到时，法官已经宣判我杀人罪名成立。后来，周丽来监狱探望我，她走进会见室，眼神中满是复杂的情绪，有震惊，有敬佩，更有一丝急切。她说她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，要为我做无罪辩护，这一切本就不该由我承担。我看着她，心中泛起一丝暖意，却又很快被无奈取代。她虽是个好律师，可她不明白，这一切对我来说是身为父亲必须要做的选择。现在的结果，所有人都满意。人生在世，总有一些东西比命重要。对我而言，萌萌的未来比我的自由重要千倍万倍。她还年轻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不能因为这些时间就毁了。再说我是她的父亲，保护她是我的责任，哪怕用我的命去还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想过萌萌可能成为孤儿吗？至少有人爱过他。周丽还想再去，可我阻止了她。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，从决定为萌萌顶罪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会有今天。我也知道自己的选择会让我失去自由，但能让萌萌活在牺牲就够了。也许在别人眼中，我是个不择手段的杀人，可在萌萌面前，我只是一个父亲，一个竭尽全力想要保护女儿的父亲。我也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只要萌萌能够好好生活，我所做的一切便都有了意义。当我看见你在法庭上泪流满面的时候，我心疼，但也欣慰。你终于懂得什么叫失去，什么叫悔恨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你将拥有一颗宽容的心来面对任何人。未来的你会是一个善良的、厚道的、受人爱戴的人。宝贝，爸爸爱你。